HomePod mini 高84.3毫米，宽97.9毫米，售价99美元。我该不该买 HomePod mini 呢？ Hey Siri， 我该不该买 HomePod mini？ Apple 设备里抱着最舒服的就是它了。抱着舒服？喂，我要买的这个是……我是小田，欢迎回来。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上班族和科技爱好者，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聊聊为什么我不买苹果的智能音箱 HomePod mini。说起苹果的音箱，我们可以从苹果2006年发布的 iPod Hi-Fi 讲起。349美元的 iPod Hi-Fi 拥有耐听的音质，秉承着苹果一贯的优秀工业设计，使用简单，插入 iPod 即可播放音乐，既可以插电在家使用，也可以放入电池带去任何地方。这个产品上市1年夭折了。不，这太久远了，我们还是从苹果2017年发布的 HomePod 讲起吧。349美元的 HomePod 拥有耐听的音质，秉承着苹果一贯的优秀工业设计，使用简单，呼唤人工智能 Siri 即可播放音乐，可以插电在家使用，但不可以充上电带去任何地方。这个产品上市3年夭折了。HomePod 是苹果面对智能音箱市场激烈竞争的答卷，号称是同类产品中的最好音质，但 Siri 估计是同类型产品中的最傻助手，价格卖到了别家产品的3倍。但似乎音乐发烧友级别音箱是一块市场，而智能音箱是另一块市场，要做把两者折中的不那么发烧的比别家的智能音箱贵得多的音箱，似乎就成了小众市场，至少这蛋糕的尺寸让苹果不满意。2020年发布的 HomePod mini 是 HomePod 卖不动后的破局，相比 HomePod 个头大大缩小，价格也降至99美元，仍旧不错的音质，测评显示同价位智能音箱最优。这次苹果终于打了漂亮的翻身仗， HomePod mini 上市2个多月，就让苹果智能音箱在全球的出货量同比增长了74%。HomePod mini 无疑受到了大量消费者的欢迎，但回到这期视频的主题，我依旧没有被这款音箱说服，刷卡买单。我们先聊聊苹果 HomePod 产品系列的主打卖点——播放声音。关于这一点，我是一直觉得家里是需要一个音箱的。起床的时候听听播客，做饭的时候听听视频，休闲娱乐的时候放点音乐。我喜欢家里随时都有声响的氛围，这也是为什么我很早就购买了蓝牙音箱。我买的是 BOSE 的 SoundLink Mini， 它有优于 HomePod Mini 的音质。当然了，这两个它们也不在一个价位上，比较起来有点不公平。但我相信只要去找的话，在类似的价位上应该也能够找到不少可以媲美 HomePod Mini 音质的音箱。别的蓝牙音箱虽然没有 AirPlay， 但是 SoundLink 连接苹果设备的速度也很快，基本上没有延迟。无线的设计让我可以把它放到任何房间，书房、卧室、客厅、厨房，甚至是浴室，让我花1份钱就能享受到每个房间的音箱覆盖。我既不用考虑插座的位置，小巧的体积在我搬来搬去的时候也显得很方便。这也是我对 HomePod mini 一直不太满意的地方，就是那根线既不太美观，又限制了很多它的应用场景。因此从播放声音的角度来看，我实在找不出一个再购买一台 HomePod mini 的理由，毕竟我家也没有大到要摆好多个音箱播放音乐的程度啊。说到 HomePod mini 的第2个卖点，也就是很多别的蓝牙音箱所不具备的功能，就是它的智能 AI 来管理智能家居。 Siri 说起来其实也算得上是世界级别的智能 AI， 毕竟赛道上的选手就这么多，哪怕你跑最后1名也是班级前10，说不定还是前5。但首先我们也需要明白一点，除了 HomePod mini， 我们在别的苹果设备上也有 Siri， 无论是 iPhone 还是 Apple Watch， 大多数用户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总有一台苹果设备是随时和他们在一起的。所以说无论是日常使用 Siri 还是使用 Siri 来管理智能家居，我们都不一定再需要一个 HomePod mini 啊。再扯远一点，我们甚至也并不是一定要 Siri 来管理我们的智能家居啊。小爱同学，你能做什么？我可以为你打电话、查天气，还可以控制手机 APP。然后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基于智能家居的发展程度，目前我们真的需要智能家居吗？智能家居是一个很复杂的命题，如果要展开来讲的话，可能需要做另外一期视频了。在这里我就简单的讲讲我的想法。我对智能家居的涉猎不多，但从我浅显的理解来看，理想中的智能家居应该是让我们生活更加轻松、更加简单、更加高效的存在。但现在的智能家居似乎还处在一个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阶段，它更像是一个装点我们生活的玩具。小爱同学，
雷军是谁？他是我爸爸。而且还是一系列昂贵的玩具。这是我最近购买的一个智能台灯，飞利浦的 Hugo。光是购买它，我就已经花了139澳元。但是这还不够，如果想用 Siri 来语音控制它，我还需要额外多花62澳元来购买一个飞利浦的 Smart Hub。而如果你想拥有一个 Smart Home， 那这一个 Hugo 的灯肯定是远远不够的。打造一个相对智能的家，上千刀的花费可能仅仅是一个入场费而已。当我们在购买99美刀看似价格很美好的 HomePod Mini 时，当我们看到 HomePod Mini 广告给我们勾画出美好的生活蓝图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调节温度、开关门锁、调节灯光、开关窗帘，每一项功能的实现都跟着一沓账单，每一张上面都写着好多个零。当然，如果这些消费对你来说是蜻蜓点水的开支， HomePod Mini 所代表的智能家居体系还是很有竞争力的，至少对隐私的保护，苹果相比别家还是有更好的名声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你对 HomePod Mini 怎么看呢？欢迎在评论区或者是弹幕留下你的看法。如果你已经购买了 HomePod Mini， 也非常欢迎你能够留下你的使用体验。期待你的点赞、关注和一键三连。我是小天，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